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今天胖妮继续讲《如懿传》。剧版《如懿传》的纯贵妃苏绿云是一个相对扁平化的人物。提及这个人物，观众往往会评价单纯、懦弱、平和，不够聪明，儿子奴。然后呢？似乎就没有然后了。剧中苏绿云的一些行为逻辑不能自洽，比如富察皇后去世之后，平常总是笑眯眯的纯贵妃和如懿也没什么过节，怎么就突然对如懿口出妄言了？嘉妃的几句奉承，加之皇后之位的诱惑，不仅让一个人生了贪念，竟然使他的性格也180度大转弯，从最是好脾气不过了，变得充满攻击性。我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，只好将其归结为苏绿云的浅薄或是愚蠢。而原著中的纯贵妃苏绿云形象更为立体一些，她的确不够聪明，但她的一些看似过格的行为是有原因的。比如纯妃多子女，却唯独对不得皇上喜欢的永璋尤其偏爱。原著中对此有交代，在永璋和永琏很小的时候都被养在二哥所。富察皇后暗中交代二哥所的嬷嬷们故意骄纵永璋，将一个好好的孩子养废了。作为母亲，苏绿云对永璋有愧疚之心，因此才格外护着他一些。至于富察皇后去世，纯贵妃苏绿云起了争后之心，也绝非偶然，而是因为她最初加入如懿团队是被迫的。在如懿入冷宫之前，苏绿云虽与如懿、海兰交好，却并没有组团做过什么。她第一次与海兰合作，就是亲手害死二哥永琏，而这一切都是在苏绿云猛然不知的情况下。原著中，海兰与冷宫中的如懿密谋，对病中的永琏起了杀心。然而谋害嫡子事关重大，海兰不想亲身涉险，就找来苏绿云做棋子。他先是记住了二哥所里永琏所用的枕头和被子的样式，用杭绸做了一套仿品，在其中填充芦花与棉絮，让苏绿云去二哥所看望三二哥的时候，把这套仿品给永琏换上。海兰对绿云说的是，芦花保暖性差，先前皇后派人娇养三二哥，把三二哥养坏了，这次要动一动二二哥，让他病情加重，给皇后一点教训。当时苏绿云还再次确认，只是教训吗？得到了海兰肯定的回答之后，他才放心前往。苏绿云万万没想到，海兰的心思不在于动一动二二哥，而在于让枕头和被中的芦花随风飘出，使永琏窒息而死。事发之后，苏绿云质问海兰，海兰回，是你亲手换的枕被啊。绿云反驳，针脚是你的呀。海兰说，针脚又不会认人，我可是半步也没离开延禧宫。就这样，苏绿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稀里糊涂成了杀人犯。更为恐怖的是，海兰和如懿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，姐姐在冷宫，我一步也没踏进二哥所，谁也疑心不到咱们。这件事做成了，成全了纯嫔母子，做败了，就是她这个额娘不争气了。真的是为了纯嫔母子吗？听两人话中的意思，如果永琏死后有人发现了他枕被中的秘密，如懿和海兰定会撇清关系，让苏绿云去做替罪羊吧。到时候三二哥本就不得皇上喜欢，他的亲生额娘又犯了这样十恶不赦的大罪，三二哥永璋还有什么前程呢？苏绿云是不够聪明，但他也不傻。如懿和海兰的心思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虽然表面上苏绿云也要对海兰说一声感谢，恐怕心中对如懿和海兰已经生了很多为何恨。那个和你互称姐妹的，比你聪明的人摆了你一道，你却除了乖乖听他的话，别无选择，这就是苏绿云的焦灼与无奈吧。苏绿云想要重新获得尊严和自由，只能选择脱离如懿团队。然而脱离如懿团队之后，他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保全自己和子女不被伤害。海兰摊牌的时候，二二哥刚病逝，作为三二哥生母的苏绿云必定会被皇后团队所不容，加之海兰手上有绿云的把柄，绿云万万不敢反抗，只能对如懿和海兰顺从。在那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苏绿云都在蛰伏，她在等待一个机会，一个能够脱离如懿团队的机会，能够仅靠自己就保全子女平安的机会。妃嫔行走后宫之中，所凭的无非是三件武器：恩宠、权力与计谋。论恩宠，苏绿云远远比不上如懿和海兰；论计谋，
他更是只有受人摆布的份儿。那么也唯有权力才能助苏丽云翻身了。富察皇后的去世宣告着皇后团队的瓦解。五阿哥永琪被养在如意膝下，苏丽云和如意海兰的竞争关系日渐明了。如果这个时候苏丽云还不去争一争，恐怕一辈子都要受人摆布，永远不能自主。而且在谋害永莲一事上，如意和海兰的果决凌厉使绿云心有余悸。她不确定下一次那杀人的刀子会不会扎在自己和永璋的身上，所以苏丽云去争了。她赌她的子嗣繁盛能够赢过如意的恩宠加身和计谋无双，结果她赌输了，从此只能匍匐在地，彻底成为一个对别人毫无威胁的人。读了《如懿传》原著之后，胖妮对纯贵妃苏丽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，而她一生中唯一一次争，也绝非不自量力或居功自傲，那是被严峻的形势逼到了墙角的纵身一跃。越过去了，就天高地广，前程似锦；越不过去，就只能摇尾乞怜，苟延残喘，愿赌服输吧苏丽云。但胖妮要为她这样一个老实人的纵身一跃而喝彩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